然后这个疗愈清单里面呢，就是包含就是上一支影片大家有问我的一些问题，例如说会有温热加热效果，然后跟它电极的这个，所以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就是真的几乎都把它填满。推荐大家一些我虽然不是我最近看的书，但是我整理出来2月想要分享给大家的疗愈的书籍。Hello， 大家欢迎回来。上次呢，我们不是上传了那个 What's in my bag， 然后里面呢有很多留言，就说可以敲完再看更多其他不同的东西。然后刚好就是现在也接近2月底，所以我就想说，好像可以来整理一个我的2月清单。因为其实里面大家想要看的，就是我平常用的东西类别还蛮广泛的，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兴趣本身也很广泛。我要先说，我今天声音也很奇怪，因为我感冒还没好。大家2月真的要保重身体。我一整个2月，大概整个大半个月的时间都在感冒，然后我觉得声音就是一直维持在一个很奇怪的状态，就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出门的时候还是戴个口罩什么的。这一波感冒好像特别严重，就是会一直咳嗽，然后有痰，然后咳不完那种。然后我是严重到我就是咳嗽，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一直咳，我就完全停不下来，所以我就是可能睡觉也很难睡好，所以这个月就是有点痛苦。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要保重一下身体。然后因为2月非常痛苦嘛，所以我就想说，可以就是准备一个疗愈清单给大家看。然后这个疗愈清单里面呢，就是包含就是上一支影片大家有问我的一些问题，例如说我有什么护肤的保养品啊，然后或者是我平常看什么书疗愈自己啊之类的，我有简单整理了几个，然后给大家看。首先呢，比较简单，好像可以先回答。有女生问我化妆品跟保养品，但我化妆品跟保养品超少换的，就是我基本上都是一路用到底，然后不太会换品牌，所以就是我化妆流程基本一样，然后我的妆容也不太会变，所以我后来就想说，我就重点揭露我自己觉得，就我对于妆容跟保养，我自己感觉比较重要的部分，其中一个就是口红，然后我自己是一定要擦口红的人，就如果我不擦口红的话，我就是就算有化妆，我整个人也会看起来很没精神，所以我就是一定要擦口红。所以就算你看，像我今天其实我是没有化眼妆的，但是因为我有擦口红，我就会就是整个人看起来气色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自己呢是一定会擦口红，然后口红的话持久度很重要嘛，所以我都会用这种唇釉类型的，然后它就会维持比较久。你看它就是唇釉类型的，真的通常都是持久度比较高，所以我就有很多这种类似就是唇釉类型的唇膏，然后我会买超多支唇膏，然后放在我不同的包包里面，因为不是就是通常大家可能就买1-2支，然后你可能放在包包里面。然后你下次换包包的时候，你可能就忘记带，或者是会放在家里忘记。但我不会，我会就是买超多支，然后颜色都差不多，换别的包包，然后或者是换其他的场所的时候，我也不用去担心说我有没有就是唇膏可以擦，我就是各个地方我都会放。再来呢，就是我晚上的保养品。老实说，我的护肤流程真的超级随便，因为我自己是。就到了这个年纪，我自己是比较讲求的是就是皮肤的医美疗程，所以我就是几乎都把我所有的预算投资在医美疗程上面，像什么精华液啊什么的，面膜啊，我就买的比较少，因为我就是可能就是我就把那个钱存起来，然后我就1年做1次大型的保养，就这样，就可能上个就是电音波，然后韩国的水光针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平常的保养疗程就是化妆水、乳液没了，真的就这样，就是只有化妆水跟乳液就没了。然后，因为我皮肤是比较缺油的类型，不是缺水哦，因为缺水好像就会比较容易脱皮什么的。
但我又没有就是脱皮这种状况，我就是比较缺油，就是你会感觉到干干的，可是它不会脱皮。可是这种呢，就很容易会留下细纹，所以我晚上呢都一定会擦乳液。所以我的保养疗程就真的非常简单，我就是买那种 IPSA 流金水跟它的乳液，然后就是油脂成分比较高的就没了。真的超级简单。但是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因为我就是1年会大保养一次嘛，所以我觉得在这1年间，有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我的就是嘴边肉啊，然后或者是皮肤比较没有那么紧实的时候，我就会用一个小作弊的美容仪，噔噔，然后这是 Panasonic， 然后这个好像台湾没有，所以就是大家要买的话，可能就是要找代购，然后在日本有卖，所以我也是找日本的代购帮我买的。然后这个美容仪呢，它就是有这种这个电极有没有？然后它就是需要充电，把它打开，它就会有温热加热效果，然后跟它电极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就是强度，然后它最高有到5级。然后我晚上的时候呢，就会就是用这个，就有的时候会觉得我脸垮垮的时候，我就会用这个稍微按摩一下我的脸。然后我通常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因为它会有一个那个水凝胶，你就要先在你的皮肤上抹水凝胶之后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就是真的会感觉到你的皮肤这样电，然后就这样慢慢电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就是特别针对我的两颊。然后跟我的下颚线这边就是这样子电，然后按摩一下，然后通常隔天状况就会变很好。但这个不能每天用，这个大概就是3天用一次，或1个礼拜用一次就差不多了。就是在我做医美保养之前，就是我觉得还没1年，我不能继续打电音波的时候，我就会用这个加强。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难做一集护肤保养集，因为我就是保养的东西就真的比较少，然后但是我自己也是蛮推荐女生，如果到我这个年纪，就大概30几岁，就是还蛮可以投资在电音波上面就好了。因为我自己觉得，像就是有一些护肤产品，它可能就说什么是紧致霜啊，然后或者什么减少皱纹什么的，我觉得没什么用。我觉得这些东西我就可以把钱省下来，那你就是可以直接投资在医美上面就好了，成效包你满意。然后再来2月呢，我还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又去身心科诊所换药了。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大概几个月前有上一支影片说，我又再回去看身心科诊所。然后我一开始其实是有一点抗拒，因为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已经好了，可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好像又突然没有那么稳定，然后好像又需要身心科的帮忙。我觉得那一阵子我是有一点抗拒，然后有一点不想回去。可是后来我就是真的觉得，有一个观点有说服到我自己，就是我那时候有一边在看《人类大历史》这本书，然后里面就有多次强调说，就是现在的科技真的进步得很快，所以其实我们人的基因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没有跟上现代科技的，就是我们的基因可能都还在以前远古时代的狩猎的时期，然后以前的人虽然可能生活比较没有那么方便，可是他们的快乐程度说不定是远大于我们的，因为以前就是我们需要满足的事情没有这么多个人成就啊、个人目标啊，然后实现理想啊什么什么的，没有那么多社群压力啊、同侪压力。以前可能就是只要温饱，然后可以有那种小社区、小村落的互动，有足够就好了。但是现在的人真的要顾的东西太多，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如果以现在科技进步的速度，那人会想要依赖现代的医疗，应该也是很理所当然的吧？因为我的身体就跟不上啊，这又不是我的错。
反正我就是不会给自己有太大那种看医生的压力，我就会用一个很轻松的态度去面对它，就会觉得说，我觉得我有点算是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既然现在压力那么大，那我理所当然的使用这一些医疗科技的产物，应该也是蛮理所当然的吧，有点像是把这些东西当成是一个工具来使用，然后它可以帮助我的生活更加顺利的进行。因为现在真的太快了，你看这些，我每天这样子滑手机，然后这样用社群，然后看电视，然后蓝光什么的，伤害我们的大脑。虽然我们会一直说服我们自己去减少使用，可是就真的很难啊，就真的做不到。所以我觉得，与其就是去想说啊，我不要做这个，我不要做那个，那我不如用现代一点的方法来帮助自己的生活，就是这样，压力才不会那么大，也比较不会那么痛苦。我觉得大家可以对于身心科的这个东西的心情可以再更开放一点，就是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帮助你生活的好用的工具。就像感冒了要去看医生，感冒了要去看医生，那心理上的感冒就是也是可以看医生的，把它当作是一个帮助你的过程。然后我是为什么要换药呢？因为我前一段时间自律神经失调的部分是比较着重在于睡眠。然后我现在睡眠其实已经调得差不多了，就是都可以入睡，虽然还是比较浅眠，但是都是可以一个入睡的状态，然后睡觉时间也很稳定，不会说睡太多或者是睡太少。但我前一阵子可能因为不知道就是心情调试的问题吧，然后我自己还是觉得我的情绪上没有很稳定，它的那个情绪的起伏的波动还是蛮高的。所以我就会觉得，我是否可以跟医生来讨论看看，有没有药物可以让我的情绪可以更加稳定一点，不要很容易易怒啊，然后或者是很容易觉得慌张啊，或者就是焦虑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后来跟医生讨论完之后，就又有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药，我就觉得效果非常的好，我就觉得现在的药又更加的适合现在的我，所以就调整完了之后，整个心情上。然后都有变得比较舒服，然后我的生理上就是也舒服很多，因为我不是有在写那个5分钟日记嘛，然后我又发现我12月跟1月的时候超常头痛可能都是那种焦虑型头痛，就例如说早上起来你会觉得脖子紧紧的，然后随着你做的事情越来越多，那个脖子紧紧的程度就越来越紧，然后到下午到晚上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头痛的状态。然后但是我换了那个药之后呢，我的这个生理的状态就也减缓了很多。就是我现在换了这个药之后，我就真的几乎没有什么在头痛。然后因为这个头痛的状况减缓了嘛，所以我就是整个2月都感到非常非常的舒服。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大家就是有多关注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的话，我觉得身心科诊所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好好的运用一下，不要觉得好像很有压力，或者是自己觉得很丢脸，好像很脆弱，就不敢去看医生。我们就保持一个开阔的态度去看待它就可以了。然后呢，除了换药之外呢，我也有帮我自己就是在做一些生活上的小改变。例如说我1月的那个时候啊，就是在录 What's in my bag 时间的时候，不是都跟大家说我用 iPad 在看我的电子书嘛？然后但是后来我又发现用 iPad 看电子书真的太容易，就是让我晚上睡觉睡不好，就是因为它会有蓝光啊还是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对睡眠品质是真的有落差，所以我后来呢就改用电子书，那还有纸本书。就是我就是又跑回来用电子书跟纸本书。之前其实很久以前就有买读墨的电子阅读器，就是真的蛮久的。然后那个时候是跟朋友一起买。电子阅读器有一个东西你需要习惯，就是它换页换得很慢。它换页就是真的，其实好像也没有很慢，好好笑。但是就是它换页，它会有一个，就是你一开始需要习惯一下它的步调，就是它跟就是iPad 上面的那种换页感觉不太一样，就是会稍微慢一些。所以我一开始因为很不习惯这个换页，然后加上就是它的画面又很纸本的感觉，因为它是电子纸嘛，
所以它就是又有一个让我不太习惯的电子纸的感觉，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没有很喜欢它。刚买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一边，就没有很常使用，我就还是用 iPad mini 在看书。然后直到我就是最近深受这个噩梦睡眠的苦恼，我就是才又换回了电子阅读器。正逢因为2月就是可能就会有一些。我看下2月应该是年节吧，对，1月底2月的年节的那段期间，读墨呢，它就在官网推出一系列阅读的那个任务，不知道现在还看不看得到？对，它要推出这个一系列的什么都想读的任务，然后里面呢就会有一些任务的目标，例如说就是你要看完几本书啊，然后你要在电子阅读器上面就是画一些重点啊，然后你要写一些电子书评啊，然后如果你完成这些任务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得到红利点数，然后得到红利点数之后呢，就可以拿来再换一些电子书的折扣什么的。我就是很喜欢玩游戏嘛，所以我就看到这种任务系统，我就真的受不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天哪，那我就是它都已经列出来了，那我就一定要完成啊，我要把它填满。所以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就是真的几乎都把它填满，就只有下面的一些就是更久一点的阅读时间，目前还没有办法达成。然后我就是为了这个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就大量的使用了那个电子阅读器来阅读，其中还有一点小作弊的部分，就是因为他就是希望可以写书评，然后字数要超过100字，然后但我是真的完全不知道书评怎么写，然后也没有任何概念，有点急于求成，就觉得啊。天哪！我就只想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我还请 ChatGPT 帮我写书评，中毒到这种程度，还请 ChatGPT 帮我写书评，超好笑。但是我自己觉得蛮好的，因为现在电子阅读器就是有很多间嘛，就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系统。那有些人可能是在意。书的多样化啊，然后或者是书齐不齐全啊之类的，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在意阅读器好不好用啊，还是什么的。然后我自己觉得读墨应该算是比较在意阅读社群的经营这部分，我就觉得就是他这一块真的做得还蛮好的，所以如果有人要问我电子阅读器的话，我应该就是推读墨给你们。就是我这一次这个过年2月的期间玩的这个活动，让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对于看书的乐趣，就是又多增加了一些。再来呢，就是想要推荐大家一些虽然不是我最近看的书，但是我整理出来2月想要分享给大家的疗愈的书籍。那也是因为上次有人在问我，不是有在整理一些书柜嘛？看到有留言问我说，就是有没有一些想要推荐的书籍？我就这次整理了2本，想要推荐给你们。然后这2本真的是我目前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的2本。然后我先说第一本的内容，其实有一点，因为最近身心灵的这个课程问题不是吵很大嘛，然后所以我觉得第一本里面它有一些观念其实是有点惊世骇俗的，所以我觉得第一本可能大家就是看，如果有兴趣的话，看就是截取你觉得你认同或者是你 OK 可以吸收的部分，然后如果还不是那么认同的话，那就看看就算了。我觉得看书就是这样，看书就是你吸收你觉得 OK 的部分，然后让你有所成长，然后但是还没有办法理解的地方，我们可能就先放着，或者是不一定书上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还是要有自我思辨的时候。我觉得自我思辨就还蛮重要的，因为就像我不太会，谁讲什么我就会全部都信他的，我都会有很多我自己的一些反刍跟解读，然后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你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的话，你才会比较好把书里面的知识运用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的样貌都不一样嘛，所以如果你只是完全的按照书中的方法做，其实也不一定会适合你。就是我觉得你是需要经过思考跟消化，然后换成属于你自己的方式，然后跟书里面的方式这样子做一个结合之后，我觉得那才会是更适合你的东西。好，那我要说就是第一本有一点
有一点惊世骇俗，但是真的影响我很大，所以我才会想要推荐给大家。第一本是《与神对话》第一部，就是《与神对话》这一本，它是总共出了3部曲，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番外篇。但是我觉得就是看第一部，你就会有对世界的认知会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因为它就是完全影响我对世界的看法。反正我那时候在看这本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好经历一个低潮期，心理上的低潮期，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应该算是我事业的高峰期，可是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事业有一点太成功了，我好像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一年达成了那个什么全球观看第4名的那个排名，实况马拉松之后，我就突然觉得我人生不知道要干嘛，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有点算是心理上的爆炸吧，就会觉得说，我这件事情也做完了，我这个目标也达成了。然后我因为那个时候事业真的还蛮成功的，所以也有非常多的业配跟广告之类的，所以我的收入也很好。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几乎是一个完美的状态，但是我的心里就是会觉得说，我好像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干嘛。然后我就瞬间对非常多事情都没有兴趣，我不知道我在干嘛，我有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然后我对于我自己，然后跟当下的状况，很多事情都很没有耐心，因为我那个时候一直很想要找下一个方向，可是下一个方向其实没那么容易出现，因为我们这一行就是很新嘛，所以你前面其实没有什么人可以模仿，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去遵循他的方法，然后去找到你下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很迷茫的，而且我那时候也会觉得说，我经营起来的这些，真的是我想要的吗？然后在面对观众的时候的我，真的是我自己吗？什么的，很多诸如此类很奇怪的问题，然后每天都这样子问我自己，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头脑啊，然后跟情绪都变得很混乱。看完这本书之后呢，我就是真的有蛮大的，对我内心有一个蛮大的冲击。像是它里面有讲说，你的人生为的是忆起，记忆起的忆起，然后并且重新创造你是谁。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因为我那个时候会给我自己很多框架，例如说我是实况主，然后我是创作者，我应该要当什么样的人，我每天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我应该要花多少时间玩什么样的游戏，我给我自己非常非常多的框架来去决定我是谁。可是这本书却告诉我，你本来就没有是谁，你生来这个世界上，你就是每一天都在创造，一步一脚印的创造你自己是谁，然后等到你进棺材了之后就是死亡的那一天交出了成绩单，那一张成绩单就会告诉你，你这一生做了什么，所以你是谁。这本书就有一点算是告诉我说，我不应该用我当下的身份来去定义我是谁，然后我该做什么。我应该是每天都去感受我今天想做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是我现在可以做的，然后我是有灵感的，慢慢的来一步一步的去创造真正的我是谁。那真正我是谁也不是用一些文字啊，然后或者是镜头前面的我啊这样很狭隘的去定义，真正的我是谁应该是由我每一天的生活，然后由我每一天的感受，然后来去定义我是谁。我是一个注重生活平衡的人，我是一个需要睡眠的人，我是一个需要平静安稳生活的人。比起跟大家出去玩，我更喜欢自己独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都应该慢慢的从生活中发掘，而不是把你自己用一个很小的框架这样把自己框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它让我看到更多我对于我自己生命历程的可能性。然后也就是在接触了这本书之后，我就有慢慢的萌生没有想要再继续当游戏实况主的这件事情。或许我的人生可能不只是游戏实况主，我可能可以成为更多其他不同的可能性。第二本书呢是这个呢在前几支的 vlog 影片里面有出现到，这本呢是创造力的修行。然后我觉得这一本呢，它是影响了我现在创作内容蛮多的一本书。那我觉得这本书呢，它就是比较影响的是我感受世界的方法。因为之前我在创作的时候，
我会很常陷入一个误区，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要买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或者是买一些很贵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奢侈的东西，或者是出国玩乐什么的，我才可以就是分享给大家看我的新世界，然后我才可以享受这个世界的刺激跟惊喜。而不需要，其实这本书就会告诉你，你的日常生活中就有很多地方可以感受你的生活。例如说，今天有不一样的天气变化，对你来说，它就会是全新不同的感受。你不一定要一直去用购物来去刺激你的感官啊，或者是用旅游来去强迫你自己对世界很有感觉。你真的是只要透过你的日常生活去享受当下的每一刻，那你就可以创作出属于你自己生活的创作。我觉得这本书的重点就是这个，所以我自己还蛮喜欢的。然后另外有一些是我觉得是比较也是蛮玄妙的地方，可是我觉得它也对于我创作的想法有蛮多帮助。这边就有写一个，我觉得很酷哦。他说，如果你有一个令你感到激动的主意，却没有加以实现，那这个主意它有可能会透过其他的创作者发生。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并不是其他艺术家偷了你的主意，而是属于这个主意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以前其实超常，其实现在也会，毕竟人要改变也不是那么容易，我还在慢慢的进步当中。就是其实我有的时候会很在意别人的点子是不是看起来跟我很像，就是我会尽量的希望我跟别人不要重复。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看到别人疑似拿了我的点子的时候，我真的是心里会非常不平衡。但是后来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就觉得好像真的没有必要那么在意这件事情。这本书是觉得，就是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有它的原因跟它的时刻。拿生小孩这件事情来讲，真的是超级贴切。例如说，人在怀孕的时候，都会去看妇产科嘛，会有预产期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现在的科技甚至进步到你可以指定剖腹的时间，就是你是可以指定你小孩要什么时候生出来哦。可是有的时候小朋友他就是会自己选择他自己想出生的时间，所以可能他就是会比预产期早啊，或者是比预产期晚才出生之类的。就是因为这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他来到的时间点跟他为什么来，都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我们不用去问为什么，我们不需要问这么多为什么，我们就是顺应命运的到来就好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他也觉得，如果你现在有这个灵感，你就顺应你的灵感来去做一个创作。那你自己做出来的创作是透过你自己，这是你的表达。但是一旦这个主意它在别人身上，虽然是同一种主意，但是我的表达跟他的表达一定是不一样的。我也不用那么去在意说别人是不是跟我表达了一样的主意，因为他的表达跟我的表达也不会一样。所以我就是看了这本书之后才惊为天人，发现对，就算他跟我有一样的 idea， 那又怎样？那我的表演跟他的表演一定是不一样的啊！我就是何必去想那么多，说他是不是偷了我的点子，或者是他是不是抄袭我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对于这一点，就是让我改观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另外一个很好的地方，关于创作的目的，我觉得这个也改变我蛮大的。它上面写说，你不一定是要了解自己，也不一定是要被他人了解。今天你分享自己的滤镜，然后自己观看世界的方式，然后以期待可以在他人上激起回响，那这份创作它就有了它的意义。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超级霹雳无敌棒，因为我以前就是会很在意这个影片它是否有功用，是否能赚钱，获得大的观看量。就是我以前我是很功利主义的，会觉得我付出要有所回报，然后而且是要我看得见的回报，我才要去付出，我才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这本书它就是完全的改变了我对于创作的看法。当然如果可以获得好的观看跟收益一定是最好，但是我现在会觉得有的时候他创作不一定是要有那么大的观看量或者是这么好的收益，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个人路过了，然后他看了你的影片，因为你的影片有了一些新的想法，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创作目的已经达成。你不一定要亲眼看到这个创作有什么回报，是你做的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可以带给其他人不同的想法，那我觉得
这个创作它就已经是完美的了。就是我觉得如果可以带给某些人一些共振的感受跟回响，那这个作品就是已经足够美好。所以我就也推荐这本书给大家，《创造力的修行》。然后今天这2本书都是我自己觉得对于我的生活跟我的创作有蛮大的改变。我觉得看完了之后也会让我自己对我的生活更加感受到一些平静，然后跟觉得不用像无头苍蝇一样啊，好像很焦虑的一定要追求什么。好了，以上就是我2月份的推荐，也不知道这样子的形式大家喜不喜欢。如果喜欢的话，我们可能以后每个月都可以做一个月份的推荐，就是我可能因为这个月份做了什么事情，有一些新的观点，就可以再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也可以帮我留言，或者是想要看什么样的分享，可以再跟我说。我就再想想看，可以怎么样把这个影片生产出来给大家。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记得可以帮我们按赞、订个阅，或者是反馈告诉我你的想法。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大家拜拜。